漫长时光。风吹过停留，吹走我的雨伞，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在这里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的偶然，全都是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遇见你啊，我终于相信，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喂，喂，哎呀，我跟你说，乡倩总又派了个小姑娘过来盯着，还挺厉害的，这事儿不太好弄啊。你就按我说的做，小心点儿，不要让他发现了。行行行，放心吧。嗯。你真要去加班啊？别这样嘛，今天真的有点事情。我就这么不值钱吗？在工厂见的还装不认识。你早点休息，我今天一定要把设计图完成。还是我女朋友懂事。可是我女朋友白天是监工，晚上才是设计师啊。画设计稿本来就是每天的任务，一天不练就会生疏。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忙整理资料，又去跑工厂，设计任务都还没有完成呢。那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去工厂啊？是工作的需要。怎么了？是有人欺负你吗？还是有人为难你啊？没有啦。对了，今天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份客户名单，上面写着“铭刻真情，感恩回馈”，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呀，是我们瑞华的传统。我奶奶认为，我们瑞华有今天，都是因为这些客户的支持与肯定，所以她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活动，从中随机抽取用户送给他们礼物，以表我们的感恩和回馈。你怎么会看到这些啊？这不是你们瑞华对新人系统培训的第一课吗？我是个好学生，你就不用操心了。那我还要。闭上眼睛。项圈部分缠绕的线代表了每个人生命的长短、曲折和归宿，只有这样才能把未来紧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的设计理念。可以了。高小姐不光专业上出类拔萃，为人也这么有魅力。今天的采访特别顺利，那最后再麻烦您帮我们补拍几张照片。应该是我多麻烦你们，还请多为慧心打广告。对了，别忘了我的好搭档小于总。我就不凑热闹了，拍你。原来是慧心的小于总啊，我还以为高小姐的男朋友呢。两位代表的可是我们珠宝界90后的新势力，如果两位能够一起出镜的话，说不定我可以抢到个封面，为慧心大力宣传呢。啊，那就有劳你了。好。
几张合影拍的挺好的，我想选一张放在办公室，你觉得好不好？你怎么选是你的自由啊。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啊，到时候被别人误会了，怕对你不好啊。我才不怕，照片拍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对了，一直，今天谢谢你陪我采访啊。我刚回国，正是需要宣传的时候，你代表公司为我宣传造势，事半功倍。帮你造势呢，也是为自己代言，再多都不嫌嫌啊。想吃咸的还不容易啊，晚上我请客。行，那就把于毅叫上。你怎么才出发啊？工厂那边随时都要有人盯着的，别偷懒啊。我来这里拿些资料，这就过去。镶嵌组设计师不是不够用吗？怎么还把新招的派去盯工厂？新来的人多跑跑工厂，熟悉一下流程，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再说，我看他做的挺开心的，走吧。这个图比例就有问题，你界面弧度设计成这样，我怎么抛光啊？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所以说，真的不是我们故意找茬延误工期，真的是他这设计问题太多了。还有啊，就新来的那个首席设计师，年纪轻轻的脾气倒还不小，还跑到厂长那儿投诉。追名逐利，沉不下心，这种年轻人我见太多了，都是花架，搁到正事上一个都不行。要不然我把图带回去，再研究一下怎么解决。如果再这么下去，东西做不出来不说，费劲又不讨好。行吧，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影响自己的声誉。那我复印份带走。好。不是说好一起的吗？他怎么又没来？他还有点公事没忙完呢。公事，又是公事。正好今天于志不在，我有些话想跟你单独聊聊。我是于直的堂兄，又是你的学长，所以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我要对你们负责。不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对于直是怎么想的？学长，你知道的，我从来都不缺追求者，但是于直真的不同。他好像对我也有点意思，总是时不时的吊着我的胃口，但好像又只把我当普通朋友，跟我时刻保持着距离。我越是看不透他，就越是想得到他。原来是占有欲犯了，这么看来，你也没有多爱他。那又怎么样？他又没女朋友。不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男孩，而你条件又这么好，何必单盯着他呢？于是现在一门心思都扑在瑞华的事业上，他没有精力分出来想其他的事情。如果你只是想享受一下美好的恋情的话，我完全可以介绍其他更好的人。什么意思啊？当初撮合我和于直的不就是你吗？现在怎么突然要给我介绍别人啊？于直有女朋友了？那不是，不会，你的胜负心太强，我怕你们做不了恋人，会成为冤家。现在我们三个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因为感情影响公事，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说我胜负心强，你也不差啊，说什么都能绕到工作。仔细看看，我学长也是个标准的大帅哥啊，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是想娶事业回家吗？可以考虑。
喂，高姐，曲总，你没有给我打电话呀？我只能主动联系你了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吴小慈买通了龚律师，故意陷害你。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里。真的是他。听说高慧的新品马上就要上线了，这对你来说是最后的机会。用他的失败来换回你的成功，我觉得很合理。当当当当。什么时候来的？我呢，给你买了夜宵。虽然呢不是我亲手做的爱心面，但是也是可以吃的。来。今天我在集团的公众号上看到你和高总监一起采访的消息，拍得不错嘛，郎才女貌。怎么，吃醋了？我吃面最喜欢加醋。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这是你第一次为我吃醋吧？吃醋还那么开心？我当然开心啦！你说我要是跟别的女人走得很近，然后暧昧不清的话，你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才要伤心呢。你应该多学学我，你只要跟男同事一说话，我恨不得就在你脑门上贴上8个字：于直专属，闲人勿扰。高姐啊，其实说真的，你要是觉得高慧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公开啊。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的，我会去解决。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待在我身边就好了。突然公开，谁知道会让多少少女伤心啊？我还想在公司好好待下去呢。好吧。哎，对了，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公司加班啊？而且白天还跑工厂？哎，本来是名设计师，怎么干的都是打工小妹的活。高慧要是怎么欺负你，我明天去跟她谈一谈呗。我是新手，当然会承担更多的打杂工作了。再加上之前在匠心设计大赛上的那些风言风语，我不奇怪他会对我有些看法。工厂那边一直说这设计稿有问题，责怪设计师没有跟他们好好沟通，所以我就想带回来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这本来是设计师自己的事情，还要劳累我的女朋友在这里加班加点，费心劳累的，辛苦了。虽然不是我的设计，但这总归是镶嵌组的事，我总不能坐视不理吧。好，那我们先吃东西啊，一会儿陪你一起看。来，我喂你。今天我们要进行内部比稿，选出镶嵌部夏季的主打产品。小于总，你也给点意见。好，那个我说两句，这一次咱们内部征选的优胜作品会纳入咱们慧心系列夏季新品系列当中，然后一并推出。一会儿大家认真的把自己的设计理念跟小于总号说一下。小李，从你开始。这次设计方案呢，我设计了3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图，请大家看一下。高姐，你别发了，今天这个会议你也参加一下，学习一下。小于总，经过我们大家的初步讨论后呢，我们挑选出了这件产品。这件产品呢，我们改变了平时熟练的那种扁平式的设计方案。我们呢设计了一款立体的新型挂坠。这个挂坠呢挂在手链上，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桃心。这个概念还是受高慧小姐的启发的。你们啊，还是要被我骂一骂才能出成绩。小尤总，你来评价一下吧。手链的挂坠儿确实别出心裁，真是重量级的设计。
你4厘米直径的挂坠不算宝石，已经很重了吧？成品打印出来要20克，你考虑过重量吗？啊？这个你是要给顾客举哑铃吗？我们的顾客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简易穿戴的手链。你20岁的时候会买这种手链吗？啊？董事长要看慧心系列所有产品，到现在1个打样都没做出来，连我都收到厂长的投诉。你们怎么回事？那个于总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嘛，大家都忙着这个夏季新品的系列，都忙着设计，所以那边就耽误了。设计部门不单单要画出漂亮的图纸，你们还要盯着自己的成品完成。以后谁设计的作品谁去盯，听不听见？是，好的。我要下周看到成品。我倒要问问你，你工作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让你去盯工厂，结果呢？样品在哪里？是设计上面。我的设计不会有问题，有错的只可能是你还有工厂打样的工人。高姐，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时间样品还不出来，就别来公司了。好的，我再去和工艺师好好沟通一下，尽快让工厂完成打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如果3天之后样品再不出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无法按图纸做出样品，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来的正好，刚做完的。双份奶精，不加糖，你的习惯。哎，高姐在你手下做的怎么样？能怎么样啊？跟我预想的一样，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我让他去工厂打个样，他都做不好，还没少给我捅娄子。看来你没少操心啊。当然了，他还打烂了我们新一期产品的开发计划，于直居然还选中他的设计去打样，真不知道怎么想。这样可不行啊！他进公司我就发现他是个祸患，耽误了慧心的制作，又耽误了新品的开发。相见组不能因为他出问题啊！放心，对付他我自有办法。不出3天，我一定让他卷铺盖走人。你觉得哪个好看？我觉得都挺好的，都不错。最讨厌和你们男生逛街了，一口一句这个不错，那个也很好，点儿自己的主见都没有。男人也很怕陪女生逛街啊，每一个问题不是陷阱，就是坑。不过你要真说起来的话，可能这条还比较别致吧。但这条要是送给伯父的话，可能有点太年轻了。谁说是给我爸的？哎，如果是你日常戴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我？你帮我试试吧。看着好像还挺合适的，学长，你现在这个样子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精英型男。原来让我陪你出来逛街，你是？对啊，帮我参谋礼物。我吃不准于之喜欢什么，你是他哥哥，你选的他应该会喜欢吧？
于池啊，于池平时不打领带，你给他送领带也是白送的。那我要送他什么好啊？你帮我想想呗。好，再看看吧。设计再华丽，呈现不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你啊！什么？我在瑞华这么多年了，跟工厂的人都很熟。我听他们说，最近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懂工艺的设计师小姑娘，原来就是我们家高姐呀。没有啦，我就是边学边摸索。你修改之后的设计稿，的确是大大的精简了工艺，而且又不是原来的华彩。高姐，你真的继承了你妈妈的天赋。不过，用改良的设计稿要顺利投产，还需要表姨帮我一个忙。好，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呜！起来啦？怎么这么早？工厂那边有点事情，所以我要早一点出去了。嗯，我以为找个女朋友跟我一起上班，哎，谁知道她上班比我早，下班比我还晚。那当然不一样啦，你是上级，我是下属，怎么可以和你作息一致呢？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我的生日早就过了呀。你的生日也还没到啊。相识纪念日也还没到啊。那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是我们重逢100天的纪念日。哦，这你都能记得呀？我当然要记得了，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脑子里只有不走。我错了，那我下次会在手机里设置一个提醒，保证200天的纪念日我一定会记得。好了，去吧。但是啊，今天晚上不许加班，把时间给我留出来。好了，我真的要走了，晚上见。晚上见。这3天的时间已经到了，看来高杰是打不出样来，现在都不敢来公司了。我就没指望他能做出来，只会嘴上说说，没有真本事的人我见多了。总算解决了一个麻烦。人事那边怎么处理，你知道的？您放心，辞退信呢我早就准备好了，下班之前
就给人事部发过去。既然工厂那边的人没有能力，我的彗星系列也不想被那群不懂工艺的人瞎折腾。你叫上于之于毅，等下我们一起开个会。好的。妈，您看看，这都是苏军组新出的样品，您觉得怎么样？这次的设计非常简洁，样品的这种细致部位的打样是重点和难点，不过完成的不错，老师傅们的手艺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师傅们要听您这么说，不用再回去重做的话，一定会松一口气的。行了，样品不错，你就赶紧安排生产，啊。他们虽然做的不错，但是这次可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工厂来做了。为什么？工厂的生产不是一直你在安排吗？工厂接了外面的订单啦？不是的，他们没有接外面的订单，只是他们一直在帮镶嵌组在打样呢。镶嵌组打样才用几个人啊，不会影响到你们苏金组的生产的。我听说，镶嵌组的样品它的设计很难成型，所以前前后后一直在换工人去做。这个排班表一乱，我怕到时候会影响了苏金组的出货呀。这种工艺那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设计呀？前前后后打个样需要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您说。要不然，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您也明白的，于之的事情我也不方便多说。可是我总觉得，设计部门跟工厂要相处得好，才能够双赢啊，是不是？喂，下午的会议往后推一下吧，我要去工厂一趟。董事长，这是干什么？都不去生产，在这儿要闹罢工啊？董事长，不瞒您说，这镶嵌组这个设计稿，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您看，我觉得吧，这活我们是做不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新来那总监，姓高的那个，仗着自己是个高材生，喝过几年洋墨水，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啊，不听劝还不说，还每天一个劲儿在那儿催进度。今天我们大家伙儿达成一致了，这气我们不受，这活我们也做不了。他要觉得自己行，让他自己上。我们的意思是停工。大家别着急，冷静一点啊。王师傅，你跟我们瑞华合作这么多年，一直很顺利的。这次的难处我理解，可是你们停工了，能解决问题吗？影响了镶嵌组的进度，影响了镶嵌组的交货期，损坏的还不是瑞华的声誉吗？董事长，您说这些我都明白，我也不想损害瑞华的声誉，可这实在是做不出来呀。除非，董事长您看啊，这个是镶嵌组另外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我觉得经过他修改完以后，这个款式简洁雅致，而且工艺的实操性也提高了不少。我看这高杰啊，应该是镶嵌组唯一的一个明白人。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修改方案早一点拿出来啊？董事长，您想啊，唯一的一个明白人都被贬到咱们这儿来监工了，你再把修改方案拿出来，这不是等着被人穿小鞋吗？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决定了，既然工厂迟迟交不上样品，不如换掉工艺室。你想换外面的工厂？没错，通过比赛，我虽然打响了国内的知名度，但是大众是健忘的。如果我的产品迟迟不能上市，他们很快就会忘记。既然瑞华的工人技艺不行，那就找外面更有能力的人来做。换工厂不是个小事儿啊。不过你说的对，如果他们做不出的话，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得换。只是现在找好的工艺师没这么简单。这个你放心，工艺师我已经找好了。可是预算方面也有问题啊。我们要找其他好的工艺师，就意味着我们要有额外的支出。我们镶嵌组刚刚起步，公司给的资金有限，我们得重新调整预算。总不能影响师大吧？瑞华这点钱都不肯出。好吧，那钱的事情我来解决，汇鑫系列绝对不能落后。你觉得呢？其实按理来说，工厂不会发生那样的状况。那些工艺师傅都是爷爷当年一手培养的，而且就算瑞华再难的设计好，他们都做得出来。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如果突然换掉的话，你觉得董事长会怎么想？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换就要换，是他们的能力确实不行，打不出样品来。我相信董事长能理解的，只要我们3个好好解释，他会慎重考虑的。正是因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正好通过这次机会来进行改革，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再说奶奶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觉得还是需要跟工厂沟通一下，毕竟苏金组跟他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都很顺利。我们镶嵌组刚刚开发新系列，就要换工厂，怕有心之人就说我们能力有问题啊。什么意思啊？你是质疑我的设计能力吗？高慧啊，你就这么确定你的设计稿没有问题吗？董事长来了。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我是来看看你们镶嵌组的打样情况的。你们都坐下吧。正好王工今天来了，我倒想问问，样品做的怎么样了？你就是高慧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设计很有问题，我们做不了。哦，什么问题啊？是我的设计图不够精确呢，还是你们看不懂？你的设计图的确很精确，但是问题也特别明显。既然董事长已经知道了，王工今天也在这儿，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瑞华的工人技艺不行，我们打算找外包的工厂来打样。外包工厂？你开玩笑了吗？我告诉你，我敢说，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敢接有问题的作品。这是很基础的问题。我作为设计师，我当然知道作品要通过打样来实现。可我之前的设计是拿过大奖的，明明是你们不是我，还说我的图纸有问题。我不是到这儿来听你们解释的。设计和打样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不是互相埋怨。你们团队有更好的方案，你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有更好的方案。于之，你是这个项目的全权代表，你没有把控好你们的团队，我对你非常失望。你把高洁叫进来。叫他进来。高洁，进来一下。
董事长好。高杰，你把你的方案跟大家说说。原来的设计对于线条的要求过高，在实操中不便于呈现，所以我把它简单化了一点，也方便打样。这和我的设计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你凭什么破坏我的设计啊？设计是可以探讨的，不要首先就否定人家的想法。我今天在这儿不想谈工艺和设计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高杰是来推进这项工作的，作为你们就应该有感谢之心。董事长，我的设计稿没有问题，换一家工厂一定能做出来。设计稿连基本的样品都打不出来，更别说成批生产了。听说你在外面找外加工厂，到处说我们瑞华的工厂工艺不行。这些工艺师都是我带出来的。怎么，你瞧不起瑞华的工厂，或者说是你瞧不起瑞华，还是瞧不起我？董事长，高慧不是瞧不起瑞华，更不是瞧不起您，她只是太在意作品的本身。够了，设计师不光只是画一点漂亮的设计图的，你必须要懂得如何把它变成现实，变成样品，成批生产。如果我们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不能任人唯贤，没有顾全大局的眼光，那我看我们还是要另请高明了。董事长是这样，您看，敢于打破传统，勇于创新，这不正是证明高慧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吗？她只是有些年轻，心高气傲，而且你说的话我们也都听进心里去了，我们下次一定及时改正。这不是过家家，还有下次吗？还有机会吗？我们瑞华的产品是要成批生产的，样品有一点的不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你看这次停工，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可能会毁掉镶嵌组，对我们瑞华也是有伤害，是个大问题。你刚进公司，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你就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董事长，董事长，我应该尽早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知道错了。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就按高杰的设计方案执行。高慧，你不是让他盯着工厂吗？慧心系列从样品到成品上市，就由高杰全权负责。是，董事长，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这上头布置的任务，我们也很为难。打样如果出不来，这锅到最后不是还是我们背吗？所以你们不能坐以待毙，应该把问题反映给上级，让他们都知道打样不出来的责任应该是在谁那里。我倒是想，可我找谁说去？我有个建议，去找董事长申诉。我本来只是想让王军找董事长申诉，这样就可以按我的修改方案来做。可是工厂怎么会闹到停工这么严重？现在这件事还连累到了于志，害他被董事长责备，我该怎么去跟他解释呢？于志，
下班后，江边见好吗？高洁，哎，高洁，你可真厉害，方案修改的那么好，董事长那么挑剔的人可都夸你了。没有了，我就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别谦虚了，董事长可都钦点你主控这个项目了，以后你还不是平步青云？对呀，我们都得靠你呢。高姐，恭喜恭喜！没想到，你居然能让董事长亲自为你说情。看来咱们这公司真是出了个人才呀！啊？董事长只是为公司的项目考虑，叶总监，你想太多了。干活干活！设计师最终看的还是水平，而不是有谁支持。高设计师说的对，一切还是要回归设计本身。就算有董事长支持你的新方案，是不是真的合理，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很期待你的成品哦。哎呀，我这怎么签呀？奶奶要我授权高洁去改高慧的设计，以她那心高气傲，她怎么可能答应？她不接受也得接受啊。我们公司要的只是一个被认可的设计。哎，这也是我们当初找慧心的原因呐。现在既然奶奶出面了，那就证明高洁的设计能力是 OK 的。我们既然可以用高洁，为什么非要用高慧呢？让我们存在，不再有伤害，有谁不期待？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相爱的人才明白，没有什么变成阻碍。从未感觉如此相爱，牵着我的手吧，不用表白，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就是现在，我们去爱，向着未来，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穆子云是高洁的表姨，穆子云是你于池不共戴天的仇人，都是因为你。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我告诉你，
利益摆在面前，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2字？